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上一期跟大家聊过在荷兰开车的一些规则或者是习惯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脚踏车。那在我刚到荷兰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一开始蛮不以为然，就是在台湾也有偶尔有骑 U-Bike 的经验，想说在荷兰骑脚踏车应该也不过就是那样吧，应该也是差不多。那后来发现很多规则，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的话，会更加的安全。那今天就整理几个我后来才发现的一些知识，或者是骑脚踏车该注意的事情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补充一个就是小知识，就是在荷兰骑脚踏车的话，铃铛还有车后的灯都是必要的，尤其是在晚上，车后的灯是必须要打开的，不然会被罚款。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就是方向这件事情。因为一开始在荷兰骑车，常常骑着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好像我就变成逆向了。那后来很仔细的思考这件事情，发现可能是因为在台湾，只要在市区中出现脚踏车道，它往往就是双向，就是都可以骑。那在台湾骑脚踏车，比起机车或者行人，它更像是行人的角色一点点，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多强制的方向性或者是该怎么骑的规则。那在荷兰骑脚踏车，我觉得一个很好适应的方式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你自己在骑机车。举例来说，像影片中的画面一样，在荷兰脚踏车多数是双向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就是往前，对向就是往后的方向，多数是这样，不能逆向。那在圆环呢，你一定要跟车子一样是逆时针的绕，而不是说你今天路口比较近就顺时针绕这样子，就是一定要逆时针绕。那再来下一个就是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，就像机车一样，左转两段式左转一定是往前方的那个点，然后再左转，你不能先往左边那个点，然后再右转过去。那当然路上也是会有一些双向的脚踏车道，就是像影片中这样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符号标示这是双向，而且地上也有虚线，这样很明显就是这是一个双向的脚踏车道。通常在比较大的道路的两旁会是双向的。然后下一个介绍就是为什么很常骑一骑突然自己变逆向，就是例如说错过这个强制转弯的符号，你继续往前骑，你就突然变成逆向。然后再来讲讲在荷兰骑脚踏车要记得左转或右转都是要比手势的，像打方向灯一样，也就像影片中这位先生一样，就是右转就是比右边嘛，那左转的话就是比左边这样子。这在台湾没有的习惯。那下一个分享的是要看得懂的一个关键的单字，它翻译过来就是英文的 exception， 就是除了脚踏车以外，所以很常在某些路段一般车子不能进去，脚踏车是允许的。那再来是一个现在想起来很基本，但当时我其实不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。过红绿灯的时候，脚踏车要记得按下你要过红绿灯按钮，即便地上有埋有很多感应线圈，但以我经验还是都要自己按一下。然后注意的是，脚踏车的红绿灯跟行人是分开的，像影片中这样子，行人有行人的红绿灯，脚踏车的红绿灯，他们通常是独立运行的，也就是说，不像台湾就是统一看行人的。下一个要分享的是，脚踏车在通过路口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确认一下，到底是谁的路权比较大。通常最容易的辨别方式就是地上有没有这个倒三角形的礼让符号，如果有的话，就表示那个车道的车必须要停下来礼让。那在荷兰呢，脚踏车通过圆环通常都是有比较高的路权，就是说车辆通常是要礼让的。那接下来看到这个路口呢，是我很常恍神不注意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路权是比较小的状况，因为骑着很下意识的觉得这是圆环，我路权应该比较大，然后这样过去了，所以其实蛮危险的。那在骑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路口到底是谁的路权比较大。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，最后面补充一个我觉得在荷兰看到蛮惊艳的设计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汽车跟脚踏车一开始在同一个平面，那后来呢，为了要让脚踏车和汽车的圆环分隔开来，所以把汽车的车道给垫高，让脚踏车可以在平面上有一个很安全自己的圆环，不会跟汽车争道。我觉得这设计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就是以脚踏车为本的思考方式去做道路的规划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就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 拜拜。